OK，这边休息了很久了，因为这边实在是太舒服了。我们喝完咖啡，拍完照，吃完西瓜，现在下一站30 click 吃午餐。Thank you James 帮我移相机。Let's go。上一集第3天上午的骑行，我们骑到了巨型刀剑环绕的山顶战争纪念碑，之后来到了高原火山湖畔休息野餐。在这一集有第3天下午的行程，我们现在前往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边境小镇 Ninosminda， 在那里享用午餐。接着骑到格鲁吉亚文化遗产洞穴修道院去看看，然后骑到阿考斯克古城入住酒店。最后会在城堡里共进晚餐。在帮大家擦 helmet 的 James。我们在吃 lunch。继续吃 pizza， 还有 kebab。耶！阿卡卡拉吉。Cecilia Sambut? Cecilia Sambut? MYBR。午餐之后，我们继续往西边骑，下一个目的地是参观位于 Gogesheni 的 Vartsia 洞穴古城。下午的这段路不再像上午的一样有一望无际、连绵辽阔的山脉，而是在狭隘的山谷中和悬崖中穿行，看不见前方的弯道，一边是山壁，一边是山谷，有时还会有河流相伴。现在4点半，我们来到这个山谷中间，看这个叫做 Vartsia Cave Town， 就是说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古人类的遗址啊，他们住在这个山洞里面的。
好惨啊！Varsia 坐落在 Urasheti 的山坡上，隐约可以见到 Makavari 河划过郁郁葱葱的山谷，是格鲁吉亚最引人注目的洞穴城市。下面是这样。这座岩石凿成的城堡由分布在19层的6000间客房组成，其中包括25个酒窖、1个修道院、15个小教堂和1个药房。这个完善和多功能的社区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中世纪城市和修道院。这座堡垒是在12世纪国王乔治3世统治期间设想和建造的。之后，他的女儿后来的塔玛国王不断扩建下，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洞穴和房间被凿入了 Urasheti 的腹地深处，其中包括一条秘密逃生隧道和许多迷惑敌人的死胡同大厅。不，这是天然的。里面很冷哎，捅在外面。多年来，它迅速地从一个不起眼的堡垒演变为一个庞大的修道院、文化中心和进攻性据点。Varsia 是大约2000名修道士的家园，住着数万名居民，并且有着肥沃的梯田和复杂的灌溉系统，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城市。可惜的是，Varsia 的繁华并没有持续很久。1283年，一场地震摧毁了城市78%以上的区域，失去了坚固的防御。Varsia 的居民呢，逐渐离开，只留下了修道士。16世纪，奥特曼土耳其入侵，它再次被破坏并被遗弃，一直到苏联解体之后，修道士才再次返回了这里。这边是他们的住家。这边就是无敌山景，不过他们要上下山还蛮不方便的。结束了 Varsia 之行，已经是下午5点了。这时隐约感觉到太阳下山的节奏，空气变凉，天色变暗。距离今晚留宿的 Akarshike 还有60公里的山路，我们像是跟太阳赛跑，赶着它完全下山之前呢，骑到目的地。刚开始的20公里，我们沿着之前进来的山路往回骑，接着衔接上主要的公路，沿途遇上了跨国长途骑行的 solo 骑士。之后呢，遇到了许多的维修路段，拖慢了骑行的速度。在骑经这些沙尘滚滚的路面，让摩托车和全身上下呢都布满了灰尘，一不小心还吃到了沙尘呢。
在是6点半。哇，还好天还没有暗。Check in hotel。哇，今天不简单，骑了一整天的山路，早上9点开始，一直到现在6点半，我们还在山里面，所以是不断的山谷里面骑。走路去吃晚餐，去这个城堡吃晚餐。卡手卡手。哇！Georgia dance? Yeah. Georgia dance. Yeah, local people. Yes, local people. Every children have to learn Georgia dance. Yes. And they love it. You see, they're very proud of it. Yes. Hey, tinggalkan. Kami dah. Mantap.